Hello，各位小伙伴们，大家早上好啊！大家早上好，能够准备好咱们相应的材料，那么就提前的准备好。大家早上好，早上好，周末愉快！美好的周末，咱们又开始了。今天开始带大家绘制的这张案例呢，叫《柳溪垂钓》，是吴湖帆的一幅代表的作品。我想之前我们画的这些画家，或者说他们的作品呢，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对不对？今天我们呢换一个比较之前呢很少接触到的一位画家。暮色南沉，人间惊鸿客，林艳红池，飞雪已重至。大家早上好。可以根据屏幕上方的工具提示做好相应的准备，一会儿咱们在9点半就要准点的开始了。准备好咱们的相应的工具材料，好不好？早上好，早上好。江南的云，清雅听雨，雨和云月，风月可测，梦之意。早上好，吃早餐了吗？简单的来点儿。大家伙儿吃早餐了没有？如果还没有吃早餐的，可以准备点啊，边吃边画都没有问题的。今天我们要画的这张案例其实不会花特别长时间，刚刚有小伙伴问大概要画几个小时，我们依然争取在我们吃饭前，对吧？争取在12点之前把这张画搞定，好不好？今天的柳枝看得格外有点蒙圈，对吧？太多了，可以呢做一定的取舍，并不需要每一支每根线都1比1的给它画下来，对吧？可以取舍一些，这个也并不是特别复杂的事儿。这张原作呢，它其实是用熟宣，我感觉应该是熟宣来绘制的，用熟宣绘制的。那么我们今天用的是生宣，所以呢，我们在表达上面就会概括很多，所以大家可以尝试一起来画画。这张画一个是烟雨，是吧？柳树烟雨朦胧的景象。这张画在画的时候，其实大面积的留白呢是比较突出的。以前从不是用抖音，对吧？庆老师来了抖音，我也来了，来了就先1000赞，是吧？3个手指头切换着点。陌上默克同学啊，这太可爱了啊！早上呢，大早上的可以做做广播体操，但是呢不要太累。能跟着画的就尝试呢一起来画一画，好不好？
好，我们要正式的开播了啊！好，各位小伙伴，大家早上好，大家周末愉快，欢迎大家来到一朵云的直播间，我是博云。今天要带大家所绘制的这张案例呢，叫柳溪垂钓啊。这张案例之前我们可能其实风格还是比较接近，但是这个画家他的作品呢，可能之前我们还没有怎么带大家感受过。这张画叫柳溪垂钓，作者叫吴湖帆啊，也是20世纪，尤其是上半叶的时候，也是一位著名的大画家，同时也是一个美术教育家哈。他非常擅长画这种山水，而且也擅长画这种花卉，兼工书法。他的绘画以这种我们说雅致灵秀、真丽清逸的这种复合的绘画的风格呢，独树一帜。因为他的画儿往往观赏性也是比较强的，这个同时还有这种我们说从这个明代开始，比如说董其昌他们开始的这种绘画的一种文人的风骨，以及或者说画面塑造的表达的一种绘画的风格。他呢被张大千誉为民国画坛第一人。他的画画是吧，在这个着色上就有非常强的一个特点，那就是清润，而且线条非常的飘逸洒脱。那像他今天画的这张案例，主要画的是柳树，用一句话讲，于刚健与婀娜之中，也就是说他的线条在画他的这个柳树的时候是吧，画的非常的可爱，圆通通的圆溜溜的是吧？我们在画的时候可以做一定的取舍，并不需要画的像他这样的多，好不好？他原作呢，我感觉是用的是熟宣画的，但是呢，我们今天用生宣，所以在画的时候呢，就会进行一些取舍和概括。这张画我们同样也会争取在这个大家饭点之前把它完成哈。最近呢，我们带大家画一点相对轻松的，因为不少小伙伴可能呢和我们一样，对吧？都感冒了其他的都还好。右侧是咱们的工具提示，做好先的准备啊。好了，各位小伙伴，能看到我的手的，能看到我双手的，来敲2个数字5。我们接下来就要正式的开始带大家一起来绘制了哈。今天我们用的这个纸张的尺寸也是用45×65的大小来裁剪的，也就是边缘裁剪了大概5厘米左右5厘米左右。大家早上好，早上好。然后我们需要拿出的是依然是用比如说勾线笔，对吧？一支勾线笔，这么多小线条是吧？需要用长锋的勾线笔。我们之前带大家用过一款叫伊文，对吧？你如果有伊文就用伊文。这个呢是我以前用过的画人物的长锋的这个勾线笔，对吧？然后有一个狼毫的小号，也就是之前一直大家问我用的是哪个狼毫，对吧？小号的狼毫是吧？小柱狼毫。好，这个呢也在我们屏幕下方的小黄车里边。我们用这只狼毫来塑造这个浅滩或者用尖毫我们来塑造浅滩都是可以的，好不好？然后我们需要用到的就是羊毫2只，用来着色或者说染后面的墨色就行了这平台一天好玩的这个特效太多了哈。谢谢咱们菊妹同学的可爱鹿角。好，工具呢我们就放到旁边，其他的就不多说了。我们边画的时候边给大家细讲边画的时候边跟大家细讲。然后我们先拿出的是小号的这支狼毫笔，是吧？今天我也用一支新的来，我们把这个碟子呢稍微倒一点点墨汁，不需要特别多。10滤可以用3滤代替，它只是在不同的这个色彩的这个数量的盒里边，它的名字呢不同。10滤其实就是3滤就是3滤。没声音吗？声音和画面都正常的话，来敲个1其他人如果都有声音的话，应该是自己设备注意一下，好不好？来，我们先把这个毛笔在笔洗里浸湿了，对不对？
好，浸湿了之后，然后呢，我们用毛笔的笔尖蘸取微微的浓重的墨，微微浓重的墨色来调和一下，好，调和的时候，我们把笔肚里边多余的水分是吧，也会给它融合到我们的墨色里边去，是不是要把笔放倒一些，来刮一刮来刮一刮。45用40乘以65大小40乘以65的大小，它是45乘65的纸张裁剪的。好，把多余的水分给它刮掉，然后我们就要从画面的底部开始带大家画起。在画之前，依然是跟之前的绘画的方式一样，我们要先确定什么？是吧？大体的绘画的步骤我们要确定下来，那就是整个画面横竖十字线，就是这个参考线交叉的这个点交叉的这个点大概在哪儿？大概在这儿，是吧？好，你大概确定一个就行，因为在这个画面当中，我们并不需要去给它过多的去画太浓重的墨色，因为整个画的墨色都偏淡，是吧？大家可以闭着眼睛看咱们画面左侧的案例，除了那个岩石和树干部分，是吧？相对有一点浓重的墨色以外，基本上都是淡墨为主，是吧？我们在调和的时候，这个墨色是偏淡的，你可以看到咱们盘子的边缘。好，这个大家应该都熟悉了。熟悉了之后，我们呢要带大家从这个纸张的底部开始画起我们先把纸张的底部放到这儿，大家应该可以看得到哈。画的时候，我们依然是先要分割和确定画面的一个大体的比例和位置的关系它大概在哪儿，是吧？我们怎么去画？我们先给它确定出来。首先，我们来确定这个画面的底部的浅滩。这个浅滩大约是一个三角，对不对？大约在这个纸张的边缘，是吧？它这样的一个三角形这样过来，只是它可能不太规则，是吧？参差错落了几层，右边高一些，左边矮一点点，低缓一点点，也可以窄一点。好，大概画在哪儿哈？比如说整个纸张的底部，我们再给它区分一半，是吧？大约一半在这儿，大约在这儿，然后再往下走，大约2指左右吧，是吧？2指左右，2到3指，我们来确定这个斜坡的最高的点这个斜坡最高的点大约就在这儿了，是吧？能够确定出来。然后它最左边大概会画到哪儿？最左边是吧？这个纸张的边缘，我们会画到接近于这个纸张的左侧的边缘，它是右侧高左侧低的哈，是吧？大约是右侧高左侧低。然后再画的时候呢，它好几层的嘛，所以我们由近及远来推着来画就行。现在好的差不多了，就是嗓子偶尔有点痒痒，其他都没问题，好，来，我们来推进一点点，把咱们这个要画的位置呢，给它锁定住。从整个纸张的右下角，是吧？我们大概给它分，在我们刚刚确定的这个最高的点到纸张的边缘。我们再给它分大约一半，区分一半的位置，是吧？这是最前方那个小三角，最宽的地方大约画到竖着的中心线，靠右1指左右，对不对？1指左右。好，就是这种小的三角，位置只要确定好了之后，我们再画都很方便，它本来没有太多内容。好，从下往上，对不对？好，用比较柔曲一点点的，当然也比较平缓的这么一个三角下来。好，稍微的给它续一点点墨，是吧？续一点点墨，把整个右侧是吧？宽左低的造型画出来
画出来之后，这个三角不可能画一块平的，对吧？它依然在上方，我们啊倾斜式的给它加一点点这种结构线啊，对不对？好，方便一会儿我们去塑造，好嘞。好，大概是吧？我们用点淡墨把这种山顶或者说这个斜坡给它擦一遍就可以了，我已经好了，感谢大家伙的关心啊，只是偶尔会嗓子有点痒痒啊。好嘞，大概就是一个三角，一个三角确定出来，确定出来之后，顶部根据这种交叠的结构线，我们稍微的擦一下就行。底部其实也是一样，底部因为它要衬托水面的白，所以在交叠这块呢，可以适当的加重。当然，主要最重的还是这个斜坡的顶部，斜坡的顶部。斜坡顶部画这个简单吧？只不过你用的这个墨色要比较松秀啊，松秀一点点，它更符合它的原作这种味道啊，好吧？好，其他的其实就没有什么了，画起来是比较容易的。所以今天这张画大家应该是有信心，我们在12点之前完全把它搞定，好吧？好，画呢咱们不说太满，一会儿直接动手，画到那儿就行了啊，然后在它的后方，我们可以把轮廓线相对清晰的再加一根线。好，从大约刚刚这上方的这一留白的这个面积是吧？我们确定了这个斜坡最高的点和已经画的这个斜坡最高的点之间，我们可以再间隔一块。好，把这个轮廓给它勾勒出来。每天都直播吗？差不多吧。最近可能没有每天直播，最近休息的要多点儿。好，平常一般都是每天，除了周二是吧？一般都在。好嘞，然后我们大概把这个斜坡确定下来，记住我们着落在地面的这根线也要比较平，也要比较平稳啊，或者比较平行。然后我们再从上往下，再从上往下是吧？大概也是前后交叠的加几根结构线，不一定要画的特别的突出哈，相对有一点点清晰就够了。陪聊来了是吧？好，欢迎咱们新老小伙伴们的加入哈。好，今天是周末啊，大家可以呢轻松一点儿，能画就画呀，画不了咱们就局部的练习也可以，或者尝试这个多看一看也行啊。有的小伙伴呢可能早上起不来了是吧？好，稍微的擦一下啊，根据前后交叠的位置，在这上方的斜坡就逐渐呢就丰富起来了。然后在它后边咱再继续。好，这个斜坡是稍微方折一点点，顶部偏平一些，因为旁边我们要画这个柳树到这个上方，是真起不来是吧？周末不赖床，那是对周末的不尊重，可以啊，放松一点。好，然后呢，从上往下，再把这个斜坡是吧，交叠的这种关系给它体现出来。再画这个小的浅滩吧，
后面这一层呢，它是比较短一点点的啊，只有前方这个呢，它是偏长一些的，前方这个偏长，后边这个比如说平浅的这个浅滩，咱们要画的比较宽哈，画的要比较宽。我们用的这个纸张的宽的比例是要相对它的圆周呢要宽一些的哈，要宽一些的。好，然后我们再来把这个斜坡是吧，给它加出来，加出来同时里边依然可以用类似于像蓖麻村也好，或者说我们加的这种结构线也好，往它顶部给它稍微的去穿插一些笔触，穿插一些笔触。是吧？穿插一点笔触，这块儿画都非常的浅淡，也很克制，对吧？好，底部交叠的位置啊，这块儿稍微的再擦一擦，记住不要给它画花了啊。我们刚刚只是添加了一些结构线，让这个画看起来更丰富一点点，更丰富一点点。起不来的绝不是一两个，对吧？你并不孤单。来，我们呢在前后交叠的地方，前后交叠的地方是吧？稍微的再来擦一下，对不对？好，当然它这张画我们刚刚给大家讲的，它原作因为是在手绢上画的，所以它在画的这个用墨上面呢，会很克制，也会更加的这个清雅一点。好，最前方，最前方啊，最前方，我们把这个轮廓是吧？轮廓给它稍微的穿插点染一下。好，是要把这个斜坡的顶部是要画的相对的平整一些。当然，我们旁边上方的树木还没有开始给它画，所以我们可以先把底部的，或者说它们交叠位置的，先给它穿插啊。好，这个时候我们说这种松秀的，是吧？浅淡的这种墨色，哎，能否给它把控住哦？既让它看起来相对的厚重，同时又让这个墨色的层次呢看起来非常的这个浅淡，是吧？非常的浅淡，而且用笔呢很松动。好，把咱们的这个斜坡啊微微的给它带一带。都是空白的吗？挂历肯定都是空白的呀，都是空白的。这幅画同样属于浅浆，它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吧？它的塑造就是偏平，一个是墨色比较少，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画的偏平一点点，然后在前后交叠的地方，它用了很多那种小笔触，这种墨色去塑造它上方的，你说是杂草也好，是吧？
也可以说是一些成排的小树，是吧？小草，看纵向的哈，纵向的，从上往下，从下往上都是可以的。它比较平整，比较平整，只不过它也会高矮错落开，高矮错落开一点。好嘞，然后我们再来左边高矮的，是吧？或高或矮的，再给它叠加一些小笔触。好，在画这种画面的时候呢，可能很多小伙伴不大明白为什么要这么画，是吧？这个呢，画法呢是这个画家他独特的去塑造的一种方式，是吧？倾斜的这种斜坡上面呢，它大量垂直的这种小草，是吧？去体现一种本来这种倾斜的斜坡，它本来就比较低缓，它就比较偏平了。然后再加上这种垂落的杂草，是吧？让这个画儿它更加的平稳，或者增强这种垂落的这种势。前面微微快点是吧？好嘞，好，接好说。好，从下往上，对吧？我们把这个小草给它带出来。我们还想着前面太快，怕大家跟不上呢。好，后面你比如说有一些地方完完全全那个后面呢有一些快点啊，咱们还可以根据前面的绘画的步骤，你都还可以跟得出来。好，好嘞，前方我们大致给大家确定到这儿。好，然后在右下角是吧？该最重的地方，最重的地方，我们基本上就给它确定出来了，基本上确定出来了。然后再是高矮、长短的，把中间这部分的小草是吧？再往左边带一带，再往左边带一带，它细碎的小笔触相对多一点，相对多一点。好了，这是我们画的最前方的这处岩石。画这块的时候，其实大家应该画起来没有太困难的地方吧？啊，可以把局部，你可以强调，把边沿，是吧？给它加重一些，稍微的加重一点点。在这个最底部的位置上，也可以再去加一些啊，再加一些。你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只要把手啊活络开了，是吧？后面再画的时候就比较轻松了，可以一点一点的来，不用特别的着急，因为后面画除了那个柳树以外，没有特别多复杂的内容。今天不会有特别繁杂的，不会有特别繁杂内容啊。手中笔几号链接？应该是2号还是3号链接啊？最前面的那个的用笔的链接。好，能看到吗？好，我给大家放出来。好嘞，好，我们给大家展示到屏幕上方了啊。好，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在这种斜坡上去给它适当的丰富一点点。
然后我们再把顶部可以用50×50的嘛，很明显那个比例就不太一样啊。咱们现在用的是，它是一个长条立轴的，你至少也要用个长条立轴的嘛。用怎么不可以用？但是你自己要适当去取舍它的这个物体的内容或者位置的大小。好，这是我们确定的最下方这块刻画的小的细节。一会儿我们再回过头来加上一些水波纹。好，然后这是我们画的最下方的这一大簇小的浅滩，如果跟上画出来的来敲个数字1，好不好？如果跟上画出来的来敲个数字1。接下来我们要画这个柳树了哈。画这个柳树的时候，咱们可以用这个，我们之前不经常讲用这个小红毛吗？可能有很多小伙伴用的那个小红毛啊，非常的细，非常的小，对不对？可能画起来不得劲儿啊。今天我们推荐一款小青花，小青花它用来画这种精细的小笔触啊，它可能会更方便一些，来，我们刚刚确定的这个画面，横竖十字线交叉的点，对不对？在这里，然后我们在画下方柳树的时候，它不会最高的地方不会超过我们最高的点，对吧？就不会超过中心点，大概离这个中心点从上往下，横着的中心线往下，大约我们要至少保持是吧4个手指左右的距离吧。我拿个颜料管儿，给大家比一下。是吧？从上往下，至少一个颜料管的一个高度。所以在画的时候，咱们这棵树的位置关系先给它确定好，最宽的地方可以啊，稍微的超过一点咱们竖着的中心线，对不对？人家猫把墨碟给你推地上了，看来你们家需要它给你再装点啊。好，然后我们用一点浓重的墨色，是吧？浓重的墨色，我们来开始勾勒相对浓一点点的啊，来把这个树干给它带出来，好，记住啊，我们刚刚这个斜坡是吧？这块是画我们的那个柳树的树干的啊，树干的。然后我们大致来把这个柳树的造型确定出来。这个造型呢，我就不一一的说。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小伙伴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画面，灵活一点的去安排，好，右边这个方正一点，左侧呢柔曲一些，然后把我们这个树梢部分的柳条给它确定出来。这个在画的时候，我也不会完完全全按照他的画去走哈，因为他那个画的那个柳条啊，太过于细密，啊，这个造型我们要适当的去取舍掉一点，稍微的取舍掉。好，树梢部分我们用的是比较偏浓重的墨，你看逐步往下方走，由细到粗，而且由浓到淡，它逐渐呢就形成了墨色的一个关系了，对吧？衔接过渡的关系。
好，从它的这一个地方加一个小树苗上去。是最前方，也就是左边的那棵圆圆的、胖乎乎的那个，是吧？矮一点的，最前方的那棵柳树，最前方的那棵柳树。好，然后我们把它稍微的添加一个小的结构。好，把这个树杈稍微给它确定下来，它是要长到咱们的这个斜坡上面的啊，长到这个斜坡上面。长到这个斜坡。好，你看我们在勾的时候是很精细的哈，很精细的，所以要有一点点耐心哦，啊，不要随意的几笔就给它搞定了哈。大体的这个脉络你给它画出来之后，我们才能更好的往里边去添加这种小的细节，是吧？才能往里边去添加小的细节。好，大体的方向都是朝上的啊，都朝上。然后我们它可能有不同角度的这种出枝，我们可以晚一点慢慢的来给它叠加。好，树干的一个粗细，它的一个变化，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大的，相对来说比较大的。好，圣诞节快乐啊！啊，周末愉快，周末愉快。好，倾斜着的这棵树是不是大致就画出来了？用小笔触在咱们内部从上往下，或者从一侧往另外一侧，给它稍微的擦一下，过渡一下，过渡一下，对不对？哦，这一侧绘画的时候，其实造型呢是一个基础的要求。你有基础的造型之后，我们要追求的是笔墨的表达。那这个笔墨，一个是用线的，也就是更多体现在线条上。一会儿我们会画到很多的柳条，是吧？长短曲直的，或繁或简的，或断或续上的。当然也有这种像墨色上的由浓到淡的，以及它的干湿浓淡的层次的变化，是吧？都要比较好的体现表现出来。好，这是一个绘画的一个过程，以及我们在刻画的时候需要注意到的一些小的点。好嘞，好，在这个底部根部转折是吧？适当加点重墨就可以了。对，我用的是卡纸，好，当然我们在平常单独的练习的时候在单独的练习的时候，可以你自己单独的局部去练这个线，对不对？横向的、纵向的、圆圈式的，是吧？大家在练书法的时候，当初是不是这样练的？其实画画也可以这样去练，也是可以这样去练的啊。好，大体我们把这个树的姿态，对吧？树干的姿态确定出来了。我们推远一点，大家可以看整体，大体的可以看看。好嘞，然后我们再往上面画的时候，根据它的整体的出枝的一个方向，我们呢可以给它再丰富，对不对？再丰富一下，因为它这个柳条非常的繁多，那么在刻画它的细节的时候，
就要适当的取舍掉一点啊，取舍掉一点。尤其是在这一侧啊，这个树梢呵呵这一侧呢，它出的这个枝啊，相对的多一些。好，那么我们再从它往下画上一些柳条嘛，婀娜柔曲，是不是？从下往上生发着这样一个弧线下来。当然，从一个小的枝丫，然后再往后面一个枝丫走，要兼顾什么？它上方顶部要粗一些，下方要细一点点，而且画的这个线条相对可以垂落一点哈。如果你都是这种滋拉的角度特别大，像我们现在画的是这种比较偏垂落的感觉，对不对？好，如果你画的都是这样子的，都是这种飘着的，画多了之后就容易显得散乱。一般我们画垂柳，画垂柳一点，柳树的专场。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呢再从上往下，再从上往下。垂落的时候，你可以适当的方折一点点，对吧？方折一点点，我觉得都不影响，不代表说这个好像就，不舒服了。它可以有一些方折的线条在里边，但不要笔笔都是方折的，对吧？柔曲的线条呢更多，有长有短，根据大的一个转折的位置啊，我们又去给它出一些柳条，对不对？或长或短的。记住，入笔的时候往往都比较偏实，是不是？实，一个是墨色偏实，一个是行笔比较稳健。很多小伙伴画完这个柳条，那个线条啊，那就跟那个煮了的面条一样，是吧？当然，我们还是要兼顾从上往下的一个整体的一种趋势、粗细的变化以及力度的综合，是吧？力度的综合。好。好，顺着它的这种柳条的方向，你还可以一层一层的去叠加，一层层去叠加。当然，高矮啊参差一下，高矮参差一下。一束的面条，对吧？一个是它的粗细过渡不太自然，对吧？从这个树梢部分，然后往这个树的根部部分呢，去由粗到细，对不对？而且它的一个力度衔接或者均匀的过渡啊，这些呢都要稍加留意哈。当然不必要每根线条都一样长，也不能做到一样长，对吧？不要笔笔平行哈，它也可以高矮的错落，角度可以参差稍微的，因为每一个都是从上往下，对吧？那么稍微可以有一点点角度的区别，稍微有点角度的区别就行。今天肯定画完这一块儿，我只要把最前方这块给你画完了，对不对？给大家示范清楚了，再往下面走，那是不是就更轻松了啊？因为这个东东它都是重复的，都是重复的。哎，大家伙儿生怕是呵呵这个，生怕咱们耽误的太久啊。今天肯定能画完的啊。然后在它的柳树的树梢部分，对吧？你可以比如说局部的去强调某些柳条啊等等，柳条啊等等。越是繁多的内容，我们之前说过，你越要关注到它整体的一种规律，是吧？你只要规律掌握了，然后你再往里边去添加、去丰富的时候，你就会更加轻松。好，不同角度的，哎，不是都往右侧走吗？它左侧它同样也可以，我们适当的来一点是吧？适当的来一点
要有稍微的一些粗细的变化哈，有粗细它就有了主次，对吧？有了主次呢，它就有了我们在观赏的时候，它就避免了平均啊，就避免了平均。你可以把局部的一些线条加的更重，是吧？可以复勾一下。如果你怕把它画的太过于一致了的话，然后再往左边走，再往左边，左下角这块用的这种柳条勾勒的这种柳条，它相对这个墨色浅一些。像一团棉花糖，这个树长得是不是太可爱了？圆圆的，圆圆的，然后还要用颜色去染出来，给它染出来。好，今天真的是柳树的专场了哈，大家伙可能平常没有过多的去练习一下柳树吧，今天可以呀。好，然后我们再来。好，在这一侧，我们自己在画这个柳树条的时候，对吧？我们说了，你可以适当的取舍。怎么去取舍啊？就是有些地方你觉得多了，我们呢可以把它减少一点；又觉得少了，是吧？再丰富一点。终于重新进来了，是吧？好嘞，啊，能进来就行。然后局部需要繁茂一点的线条，你可以自己再叠加叠加。啊，在这种树的内部，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画面的实际情况去添加，或者说去减少一些线条。是吧？线条的粗细的过渡，不管是一个枝也好，还是它的一个小的柳条，所以我们要兼顾到。这个视频会放到咱们的这个回放里边，会的。那么方便大家在既跟着直播练习，同时呢又可以通过回放去巩固，对吧？如果我们仅仅是通过一个直播，大家就可以画得很好的话，那证明基础已经非常棒了，对不对？好，如果我们平常自己闲暇也想方便的时候练习一下呢，可以选购我们的回放，永久的观看权限，哪里不会点哪里，没有跟上的地方都可以去巩固巩固。再去添加一下，好，把左侧的边角。好，当然左边我们画这些柳条，稍微显得有点点平均。那我们接下来可以给它从主到次，是吧？强调一下，把一些突出的地方再可以画的一个是更浓一点儿，然后呢还可以更繁茂一些，更繁茂一些。对，画成你早上起来的头发一样。好。应该是头一天晚上洗了头，第二天当时没有吹干早上的那个样子啊。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好，其实我们画的这个大体的效果，对吧？大体的效果画成这样就够了。你不想再往里边进一步的添加都是可以的，
也不要给它添加的太过于繁密或者散乱。然后画一棵柳，画一棵柳树，其实时间不会需要特别多的。好，这棵大家画出来了吗？啊，大致呢我们就画到这儿就可以了，并不需要你把以前的完完全全的要还原它那样反貌，对吧？不必。好，我们推圆，大家可以看看整体啊，看看整体的是吧？一个关系。好嘞，这块如果大体跟上啊，大体跟上的来敲个数字1，眼睛跟上的也可以敲，呵呵，眼睛跟上的都可以敲，好不好？啊，如果你是这个在动手是吧？如果都跟上了的话，那更好，那更好。好，你可以把局部的边缘是吧？可以适当的去强调加重。好，那因为这张画里边最重的墨色，除了我们岩石的局部的位置上，对吧？基本上就是靠这点边缘的轮廓，是吧？它有一些重墨了，稍微有一些重墨。眼睛跟上了，呵呵，手呢就快了，手就快了。如果眼睛都跟不上，对吧？那就更慢了。好，来我们推进啊，推进点儿，然后再来画这个右侧，右侧的这个岩石，右侧的2棵树。画右侧这棵树的时候，我们先把底部的岩石给它衔接完整，对吧？因为后面这2棵树它是在岩石的后方或者偏顶部，位置错了是吗？动手的人没有时间，那你可以专注一点画。好，顶部是吧，都是这样错落的，像蓖麻村一样的去擦一擦，是吧？蓖麻村一样擦一下。这个画家的岩石的造型，其实你看到没，都跟那个我们说董其昌以及四王他们绘画的这种风格啊，这种造型、笔墨的感觉都有点接近，都有点接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哈？当然，我们还没带大家画过太多的这个明代以及清代的一些绘画，以后我们感受到了，哎，大家就清楚了。好，我们现在画的呢，还偏现代、当代一点点，对不对？然后以后我们还会带大家慢慢的去感受一些宋元明清的画作，看的少是吧？多看一看就好了。好，我们把这个斜坡是吧，给它确定出来了，确定出来了。上面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小草，可以高矮的错落错落。好，给它带出来。是的，用的卡纸，生宣的卡纸啊，生宣卡纸，你可以用手宣，可以用手宣，因为它原作呢类似于用的像手宣一样，只不过我们呢可以概括取舍掉一些。好，在它右侧，依然用咱们的这个小青花是吧，来开始塑造它的这个树木了。这个树木呢，比左侧这个可以高一些。一个本来它的底部就比较高，再一个呢，它的顶部在画的时候，是吧，可以稍微的高一点啊。从左上，从左上，
好，给它带出来。然后我们再往下面画的时候，要注意到整体的一个粗细的过渡，它要衔接自然。卡纸在小黄车里边，应该在最前方的链接，你应该都能看到。我们用的是65×45来裁剪的。好，然后再从左侧走。这是我们画的这个主干大体的位置。然后在右侧在加的时候啊，要多搓揉一些小的柳树条、柳树枝。现在用的是小青花，小青花也在前面的几个链接里边，你可以看一下。之前我们没有给大家推荐这款笔，对吧？这款笔啊，比小红毛大点，比咱们的小号的狼毫又要呢，小一些，画一些小细节，它比较合适。好，然后给它衔接下来。这个树的一个粗细的变化，粗细的变化是不是也是比较明显的？树的根部它明显要粗很多，要粗很多。好，然后我们再用一点点小树根，对吧？把这个树啊，大树跟这个水面地面这个岩石衔接起来。好，这是我们画的顶部的这棵树，树干画出来之后，你看再去确定它的那些小的枝条，那不就很快了吗？是不是？柳条虽然说画树难画柳，但是我们说了，你可以适当的取舍，可以取舍掉一点。在画这个树干的时候呢，它是要带上一些小的细节的。来，我们推进，大家可以看看啊。一个是它的上方的由细到粗，以及它上面树皮的纹理，我们要微微的带点一些小的细节，微微的带上一些小的细节，然后再来加一点点。好，我们来勾勒它的柳条。当然，我们现在只是大致的出一点儿，你可以用这个小青花来勾，也可以用我们的勾线笔，对不对？啊，当然，只不过小青花它可以画的面积啊，它可能会更大一点儿，就是比如说这种树干的位置，它也可以画，那么也可以去加这种柳条。这个还需要拉近吗？拉近了你们还看得到什么？拉近了你们就只能看到局部了，要照顾到整体哦，整体观察，局部着手。好，
好，左边。好，然后我们呢再来给它稍微的丰富一下，可以稍微让两棵树交叠的地方适当的留白，适当的留一点白，也可以就是说疏朗一点点，就是线条不用那么的密集，画那么的实，对不对？好，这个线条繁多，我们还是用勾线笔吧，用勾线笔来带一带。大家伙用的是不是伊文的一个勾线笔，对吧？好，我们可以再来。最好把磨盘也拉近点儿，来，放到这儿，接下可以了吧？接下可以了吧？好，从上往下。啊，逐步的去给它交叠，逐步的去给它丰茂。右侧可以繁密，左侧疏朗，对不对？两侧繁茂，中间有一块疏朗的位置呢，画面会看起来它更加舒适一点。好，好的。然后我们再来往上方走，往上方走。但作为柳树，可能很多小伙伴说啊，老师你画这么多，我一个也画不出来，对不对？其实我们刚刚有给大家提到，画树它是有一个，也是一个我们说基础的技法的一个重点，尤其像柳树这种繁多的线条，我们呢可能需要单独的多练一练。松白柳以及我们一些比较复杂的树木的造型，都有一个我们说练习的一个过程啊。如果你一上手是吧，都已经十拿九稳了，那可能性不太大，不太大。好，柳树呢，它本来一个是造型呢比较独特，再一个就是繁多的线条不太容易去把握，不太容易去把握。对于很多小伙伴可能画柳树，婀娜的小线条是挺喜欢的，但是画出来每次就跟那个面条似的。好，手呢尽量稳一稳，对不对？在画的时候啊，尽量我们避免太剧烈的运动，是吧？我们的手它就能更加的松弛，去表现我们想要画的这些画面。勾线笔咱们总共链接里边只有一个，叫伊文啊，你可以往下拽一拽看一看啊，还有没有？好像之前说没有了。好，左侧疏朗一点点，就少一点点嘛。啊，大致就画到这个位置，是吧？比如说右侧这一处呢，你还可以自己添加。记住这些柳条，它画到底部，它也是什么参差错落开的啊，它并不是一样高或者一样矮，也不会一样多，是吧？底部、顶部都是一样，要参差的错落开，参差的错落开。在我们这样做了一定的取舍之后，所以我们的画面想要把它经营的比较自然，是不是就很容易了？那就很容易了。然后下方我们再来推进一点点啊，推进一点点，在它下方我们来勾勒。
还有一棵小树，对吧？后面那棵小树的墨色可以淡点儿，可以淡点儿，在这个石头的缝隙的位置上，对不对？好，从上往下大致勾勒出来，由细到粗。好，然后左边儿把整个树干的一个淡墨给它皴擦出来。好，退远，退远，退远。好，后面就不需要再给它加重墨了，不需要加重墨了。好，其他的细节呢，我们也不用太多的去处理。然后在这个底部的岩石上，我们可以根据它画面的实际的情况，再来添加一些，是吧？高矮参差错落的这种小的这个小笔触。好，给它丰富起来了，对吧？逐步呢就添加的比较丰茂了。好嘞，咱们把最前方这块给它勾勒完整，接下来是吧？再往下方去添加的时候，再往下方去刻画的时候，那些都会更加的轻松简单了。也就这块有点细节，旁边有个点点的小船和点点的人物，我们可以最后的时候啊再来处理。现在我们可以根据画面整体的关系来给它进行刻画，把大体的位置呢给它确定出来。大家早上好，周末愉快啊！周末愉快。好嘞，咱们这会儿正在画画，回过头来啊，回过头来呢，再给大家一一的审核通过，好不好？好，用淡墨把这个柳树的树梢，是不是它又有一点浅滩，是吧？又有点浅滩，它也是边缘呢参差错落开的。给它带出来。好，然后我们稍微的中间加点点重墨，是在繁复或者比较墨色比较厚重的地方，是吧？在转折的位置稍微来点重墨就够了。好，这块画出来之后，在它的底部是吧？在这个柳树的树梢部分，好，我们依然再给它加点浅滩啊，加点浅滩。这个浅滩呢，其实是非常淡的啊，非常淡的，非常淡。然后呢，有一点点小的斜坡，
有点小的斜坡，墨色水分不要太大。好，要跟咱们的柳树中间是吧，留出一定的白。这就是一块浅滩嘛，在它的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个顶部是吧，棱角带出一些松动的线条，对吧？它即便画的岩石浅滩都非常的松秀，所以它的画呢很滋润。是的，加粉丝团呢需要点亮一个黄色的粉丝灯牌，它是大概1毛钱嘛，1毛钱，你可以在里边获取高清的案例图和工具清单。好，那么在左侧，把咱们的一个斜坡，好给它带出来。好，越过了咱们竖着的中心线，越过了竖着的中心线，然后在左边，左边给它擦的平整一点点啊，擦的平整一点。前面这个也是，是吧？山坡上面的我们要重一点，再往下方走的时候，给它用淡墨擦的更平一些，擦的更平一些。好，我们每次临摹的画都会提前一天呢，在我们的粉丝群内给大家这个公布啊，公布。你可以在群内获取高清的案例图和工具清单，包括我们参考线的这个十字线的图都在里边，都给大家发到里边了。好，这个虽然看是一块墨，其实里边它有很多丰富用笔的变化，是吧？中锋、侧锋，是吧？皴擦，甚至于点加最后的染都有在里边，都在里边。好，看似不经意，其实人家内在的要求和讲究还是很多的。好，这个呢先说到这儿，然后接下来旁边不是还有柳树吗？啊，旁边这个柳树画起来就很小，对不对？很小，它超过大约也就在横着中心线附近吧。横着中心线附近，我们大约画2颗。啊，一个在左，是吧？一个在左，一个呢在右。这个柳树的它的一个粗细的变化是非常明显，是不是？树柳条它非常的细，树干它就要比较粗，然后用笔的时候我们要适当的顿挫，对不对？好，用笔呢要比较有劲儿一点。好，我们把这个树干、树根部给它着落在地面。好，不会操作的小伙伴呢，就先看好不好？回过头来再去了解。倾斜着的，哎，它还有一颗倾斜着这个呢，感觉要细点儿啊，至少它的这个粗细过渡看起来不太清晰。
好，这是我们左下角这个柳树啊，然后把柳树我们画完之后，一会儿还要在上面加这个，大家应该可以看得到，里边还有什么点紧的小的茅屋，是吧？点紧的小茅屋，细节呢相对来说还比较多。好，这个时候线条比较繁多啊，咱们依然用这个一纹的线条勾线笔来。对，不用着急，你可以先看，能跟上画的就跟着画，跟着练。那么你可以课后啊再去了解具体怎么去操作，好不好？然后我们呢再从它的这个柳树的大体的朝向，我们再给它添加一些丰富的这种姿态。好，有的线条是吧？它可能角度我们都找不到它到底是从哪个树上面去，哪个枝上面去生发出来的了。画多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哎，确实有些东西不那么清晰了。你可以自己稍微，比如说把它的主次，或者说，浓淡的详略的关系给它带出来，但不一定要画特别多，就怕你画乱了嘛。你可以始终把这种主次关系给它拿捏的比较准，拿捏的比较准。这两棵树可以简扩一点点哈，可以简扩一点点。好嘞，然后在它的树梢这块儿，我们可以稍微的加一个明显一点的，或者高矮稍微的错落一点的。在古代呢，历来我们说画柳树的题材呢，非常的多，是吧？非常的繁多。我们以前，比如说画过夏圭的《西湖柳挺图》，对不对？哎，上次呢画了这个杨柳岸小风残月，哎，好，然后我们今天呢带大家画这张这个柳溪垂钓。好，柳树呢，它总是有一种我们所说的人们的这种意象，包括它的这种烟雨的时节的体现。好，镜头拉近一些是吧？行行，我们当时为了让他看到整体的一个关系哈，看到整体我们就来推得比较远。柳树大约就是在3、5月份，对不对？3、5月份，它还会有一种像棉花状一样的，是吧？像大雪天，是春天里的雪花一样的柳絮飞扬。在北方，可能很多小伙伴都比较熟悉，是吧？啊，那柳树太多了，太多了。好了，这是它的左侧，然后我们在它的这个浅滩旁边，我们来微微的加点儿它的这个点紧的茅屋。上方本来我们还要加这个杂草，对吧？但是因为由于这个前方还没有干，对吧？我们还需要等一等。你发现没？前方需要你刻画完了之后，后方的细节它其实就不那么的重要或那么的突出了，所以我们都可以适当的概括掉一些，是吧？可以概括掉很多很多。来，我们在旁边去加它的小的茅屋。柳絮其实很烦人，多了你当然觉得烦人啊。来，我们在旁边啊，在旁边好，小的房屋、茅草屋，它是一层一层的去交叠的哈，一层一层的去交叠，大概这一层。
侧面是一个大的三角，然后房屋我们说了一般这个它都是相互对称的一种造型，对不对？好，房顶上面呢，它有2层稻草，去给它丰富起来，然后中间它可以添加一些小的柱子，当然柱子这些都要尽量垂落在咱们的画面上方，好嘞，然后我们再把底部，是吧？把底部这个柱子或者地面给它带出来，然后垂落在地上的柱子啊，或支撑着这个房屋的是吧？一丢丢的小柱子，我们也给它带出来，一丢丢的，不用画特别多啊，能够支棱着这个画面，支棱着画面上方的小房子。好，当然这个比如说画的这个茅草屋是吧？你可以相对的丰富一点。好，由下向上。好，小细节对不对？好，就这个画的我们非常的概括，非常的简略，没有特别多的复杂的繁琐的内容，对吧？大家都可以尝试的画得出来，是吧？都可以尝试画得出来，只不过看你自己方不方便画啊，方不方便画。这是一种非常非常朴实或者非常原野的一种生活的气息，了。然后在旁边是吧，一高一矮一点儿，这块儿可以再加一个房屋。是吧？再加一个房屋的屋顶，它的线条不一定要特别流畅，但是要把这个房屋造型的具体的大概的方向，我们也给它带出来。好的，好嘞。好，大概是不是就把这个造型的特点，是吧？小房屋的特点，也就给它确定出来了。每天上午都有嘛？目前不敢这样说，我们现在基本上都是每天上午的9点半，一般周二啊上午休息，以后我们可能不敢说每天每天上午都有了。好了，这是我们画的咱们这个柳树的旁边的房屋。我们一周至少有个3次、4次，是吧？然后最近的话，因为是吧感冒的原因，所以呢就可能播的要相对的少一些。但是如果你喜欢，以后我们不仅带大家这样去画点大家感兴趣的题材，也会通过咱们的基础的技法教程，
给大家讲解这种房屋，我们说亭台楼阁点景的房屋，包括云水瀑布，是吧？山石树木，它们塑造的整个绘画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说画树先立干，再出枝，最后点叶啊，它其实都是有相应的绘画的步骤的。只不过我们在这块呢，给大家示范的时候呢，没有讲特别多。作为基础教程呢，是赠送给是吧？赠送给我们这个购课的小伙伴的。好，这是年前咱们才会赠送啊。好，过了后面我们就不送了。好，然后再一个就是再往下方走，它就要矮一点点，就中间这块稍微的高一些。现在我用的是小号的小青花，好，这几款笔应该都在前方，好，大小的小，青色的青，花，是不是？画的挂历上如何不精？那就画，比如说某一部分，比如说画中间后方这一部分，或者要么就下方这一部分，就看你自己喜欢。好，我们推远看看整体的效果。那适当的肯定要做一定的取舍，你只要是位置关系或者大小的布局它不太一样的话，都要做一定的取舍。好，在这个柳树左下角是吧？左侧我们要把它的这个大概的面积，或者说岩石，给它皴擦的平整一些。好了，这是我们画的左下角啊，左侧画面中间部分。然后在这个房屋的后方，大约高1到2指的地方，1到2指，对不对？我们又要来给它加一层小的土坡，小的这个土坡了，小的依然是咱们的这个湖面的浅滩。大家记住，你看我们即便是擦到这个纸张的边缘，是吧？这个岩石的轮廓它还是相对平整的，好，相对平整。然后再往后方走，它要和右侧这个浅滩斜坡，是吧？适当交叠出来。后面画这个岩石的时候，你比如说那个高山，对吧？其实画不了多少。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那个山石，它的皴法最接近于哪种我们所学过的，以前给大家讲到过的哪种皴法？带病来看课是吧？太辛苦了。好，各位小伙伴注意劳逸结合啊，好，然后我们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是吧？能画咱们就画，画不了咱们就多休息，好不好？多休息，身体是最重要的。我呢也是画点简单的，回过头来我们本来想着这周带大家画一个大尺幅的，我案例都挑好了，是吧？想着算了，我们还是画点轻松的吧，匹马还是荷叶，对吧？是吧？米点村和咱们的这个那个荷叶村，对不对？远山那个山峰啊，更多的使用是这2种皴法。然后我们再画的这个浅滩，我们用的都是相对来说偏淡的哈，偏淡的这种淡墨，给它衔接，可以皴擦的相对平整。这个时候我们不必要再去向前方，是吧？这么多丰富用笔的小细节，大家画起来如何？画起来感觉怎么样？觉得难吗？
老师有点感冒了，是的，有一点，但是好的差不多了。其他的也没什么问题的，就是偶尔的容易咳嗽一下，偶尔的嗓子容易痒一样。好，这块如果跟着画出来的，来敲个一，好不好？跟着画出来的来敲个数字一。还在抠柳树对吧？啊，没有关系啊，没跟上的地方我们再慢慢的去添加，能跟到哪儿就先到哪儿，不要着急，是吧？有很多小伙伴跟不上了，这样就焦虑的不行，焦虑的不行，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当然，如果喜欢，我们以后呢，可以在咱们的回放的课程当中啊，去好好的去巩固和练习一下，永久的观看权限，至少120节完整案例的直播，正在陆续的更新，还赠送大家基础的技法教程。好，在咱们竖着的整个画面的十字交叉线的左侧，高矮错落的，来，我们再加2-3棵树，对不对？再加2-3棵树。啊，这是我们最左侧这一颗。你说是1颗，也可以说是2颗，对吧？好，然后再倾斜着，它有1颗。好，然后再从它边角。这些柳树都很低的哈，很矮，然后我们可以大概拿个颜料管，你比对一下，它不会超过一个颜料管的高度。好，在树梢部分。听着听着迷糊了，赶紧醒醒，赶紧醒醒啊！然后在树梢，我们的高矮错落的，适当的去交叠交叠。越远的树，它肯定就线条啊，是吧？细节这些可能就不会那么的清晰，或者说我们画的这种主次的关系就可以稍微的含蓄一点儿，或者说隐没一点点，对不对？在画的时候，我们可以灵活一点安排自己的画面。离开一会儿就画这么多了。好，左边，左边。好，叶片是吧？也是给它耷拉下来的，茂密出来，这个画看起来就要完整一些。当然，这些柳条它都非常的繁茂。好，画我们山水哈，其实还是需要点耐心，是吧？不画到最后啊，看不到效果。好像这个柳树，它只有足够繁茂了，它一会儿去衬托，让这个画面的虚空留白，它才能通过这种小的细节，是吧？才能让这个画看起来，足够完整，足够的完整。好，咱们稍微的退远，稍微的退远。好嘞，这是咱们画的中景部分，对吧？那么你同样还可以在它的这种浅滩上，或者说咱们的这种河滩的顶部，再来加点高矮错的这种小的，像树也好像草也好，这种笔触。
这幅画染色并不难，这个画染色大家其实一目了然，一目了然的，你应该都能看得出来，它大概是什么样的方式去染的。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开始画这个远山了哈，远山画完，我们再来衔接着这些画面的细节来擦来染啊，来擦来染。画的如何啦？画的如何了啊？像截个全图，我们可以把下边部分呢，可以让大家截一下，可以截一下。好，这是我们画面的底部，需要截图的可以截一下，截好了敲6啊，截好了敲6。好，其实我们画了半天，对吧？没有特别多的这个墨色在上面，但是我们很克制。但是画儿并不是说一定要墨画的多，就一定是画的比较复杂，对吧？我们这张画其实也很丰富的，精细的线条以及这种浅淡的松动的笔墨啊，非常的这个松动舒适，不一定是浓墨重彩要画几大墨块是吧？才是这个合适的。啊，并不是绘画的风格，或者说我们观赏的点，并不是只有这几个。好，来一点淡墨，对不对？把我们之前画过的一些岩石，需要我们比如说统筹下来的，我们现在给它染一染，一会儿整体的用颜色来丰富这个画面。比如说底部啊。让这个岩石看起来浅滩呢更加的厚重、平整一点，是吧？不要让它显得太过于琐碎。好，在右下角。OK， 是吧？这个最前方这一块儿，然后我们要重一些，把之前村过的笔触，然后我们用淡墨，是吧？给它衔接擦出来之后，画面它就不容易显得琐碎了，更加的平整了，是吧？更加平整。然后我们再往里边走的时候，是吧？下面呢画一些什么柳条，画一些水波纹啊之类的，我们可以放到最后去给它添加。放到最后去给它添加，然后我们回过头来，又继续来染这个刻画画面的顶部的一些细节。好了，顶部我们在画的时候，是吧？这个岩石它的这个造型特点呢，它圆溜溜的，是不是有点像那个赵孟俯的某一个在《鹊华秋色图》里的那个山石，是吧？他当时画了2座山，一个尖耸，一个圆溜溜的，是吧？一个是雀山，一个是华不注山。那他画的这个岩石的造型，是不是就像那个圆溜溜的感觉？是吧？圆溜溜的，比较是比较这个整阔的哈，比较整阔的一个造型。然后我们来勾勒一下啊，勾勒一下它的小的细节。咱们纸张的顶部留出至少有一个颜料管的间距，就是岩石最高的点，至少留出一个颜料管。留出至少一个颜料管，然后在整个纸张的右侧，大约超过竖着的中心线，
对吧？竖中心线靠右大约2指到3指。我们这是画的它这个最宽的地方，右侧的留白比较大。这块岩石不要画的整个画面正中间，这样去是吧？一样宽去对分了，平均分配了。是右侧的留白比较多，是吧？左侧的留白呢相对要少一些啊，相对要少一些。所以在造型的位置时候，大家都要把握一下啊，把握一下。然后我们再从上往下把这个岩石的轮廓是吧，给它勾勒出来。好，山石的这个形态，对吧？出来了。勾勒的这个造型的笔触啊，我们不一定要特别的实哈，可以相对的缓一些，可以缓一些。那么这个岩石的造型，我们刚刚说到皴的时候可以用到荷叶皴，是吧？所以中间这种参差的这种前后交叠的这种关系，或者说结构线，它会相对比较多一点，相对多一些。好，当然记住是顶部偏实，底部偏虚，为啥？很明显嘛，因为这个画儿它是一个山头实，下面被云雾遮罩所邀的一个景象，所以在画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个山头的一个特点，是吧？山头的特点给它体现出来。所以底部我们要虚劲的留白啊，虚劲留白。上方我们要去画非常丰富的这种交叠的结构线，也可以说是我们所谓的皴法，是吧？这种荷叶皴的这个脉络的形象的体现。好，来我们给它推进点儿，推进点儿。从上往下，是吧？从上往下。好，稍微的勾勒几笔，是吧？勾勒一点大体的脉络的方向。好，再把它右侧走，再往它右侧走。荷叶皴大家还记得吗？大概是怎么去画？来，我们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哈。好，不管之前有没有听过的小伙伴，咱们呢在这块儿都可以听得懂，都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荷叶皴如荷叶的脉络一样，对吧？它其实去通过这种概括的线条的方式，去体现这种岩石的这种纹理，它的这种破碎，对不对？好，适当的去交叠，左右错落，参差开。所以就像这种根脉或者说叶脉一样，它记住就是我们说画一个脉络出来，对不对？柔韧的线条，甚至于波折都可以，左右两侧都可以去生发。但生发的时候呢，它是错落开的啊，错落开的，有长有短。然后在这种脉络上面还可以进一步的去叠加，它体现的就是这种破碎的岩石的这种纹理。对吧？好，当然这个线条它们之间都可以有，甚至交叠都是可以的，都可以交叠的。我们在绘画的时候，往往是要去给它概括啊。其实现实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这种脉络啊、特点的造型的呀，都会有，都会有。好，我们再从顶部。好，甚至于你比如说单一的某一侧你去走，然后这边但记住喽，这线条长短粗细，它看起来整体的关系要协调，整体的关系要协调。
OK，然后再来稍微的参差错了开一点。这个岩石它在表现的时候呢是比较偏平的，只不过在中间是吧，在岩石交叠的这一块儿，你看通过这种叠加或者说前后的这种交叠的关系，它才能体现出它有一定的厚重感，有一定的厚重感。好，左边。好，整个的粗细的过渡要协调哈。好，这块儿大家有尝试着画吗？好，顶部这块儿啊，左侧这块儿，它的这个造型的细节，或者说结构，它可能要更繁多一点点。要记住，它是要有宽有窄，是吧？线条有繁密，也会有疏朗的位置，不要画的平均，是吧？现在要保持住一定的这个留白的面积啊，留白的面积。然后一会儿方便我们呢再去处理画面的一些小的细节去调整。好，从上是吧往下，把一些小笔触是吧用淡墨给它概括出来，概括出来，然后我们自己再往下面去添加和丰富的时候，画面会更加的这个平整一些，不让它显得那么的琐碎，对不对？好，我们在画的时候总是在这种虚与实，我们一根一根的线的画，它就是往往是整体偏实一点的嘛。然后再用统筹的墨色去衔接过渡，或者甚至于去擦，那这个画儿它肯定就会统筹变虚，对不对？好，当然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是去强调它们的这种关系，适当的会加重，对吧？都很正常，也会对比加强。然后底部我们要留出一定的面积来染这个体现这个云雾的关系哈。这是山顶部分的这块岩石，那么这块岩石画出来之后，我们要往下方去衔接。它其实，在底部它有几处是用到的重一点的墨色，是吧？墨块有重墨块。好，用淡墨是吧？把咱们需要去加重的或者需要统筹的地方给它统筹出来。是的，是博云，看来又是一位老朋友啊，我们又见面了。好，欢迎你的到来。来，我们把这个左侧整个左侧部分，是吧？我们都用淡墨统筹，把这些线条融合到里边。它虽然看似统筹下来，但是呢，它还是有比较清晰的笔触。好，接下来在下方是吧？我们会用到类似于像雨点村的这种笔触。
左右是吧？左右上下用这种饱含水墨的笔点，给它统筹的点一点，统筹的点一点。饱含水墨的笔点，然后再来，记住，它不管是用什么样的皴法，一定是让它们衔接、墨色融合、自然。好，雨点皴大家还了解吗？雨点皴是不是就是我们用饱含水墨的横向的笔点，是吧？去在岩石底部去点出这种参差错落的云雾的大体的姿态来，大体的姿态来就够了。好，当然在画这块儿的时候，水分要把控好，不要让它完全融成一块儿，融到最后是吧？啥都看不见。虽然我们画的是雨点皴，很多小伙伴会画成那个烤糊了的玉米一样，对吧？笔触有大有小，我们说兼顾这种松动的用笔的感觉，松动用笔的感觉，是吧？推远一点，这个时候就要注意到整体的把握了哈。好，然后在它右下角，你虽然被云雾衔接开，被云雾呢遮罩开了，我们呢还需要给它加一个斜坡，加一个斜坡，加一个斜坡，微微的带一带。米点皴哈，米点是不是说错了？好，用米点皴把这个小笔触，就是我们所说的横向的笔点。来，我们简单的跟大家温故一下，我们之前讲到过这种皴法。当然，这些皴法，我们说勾、皴、擦、点、染的绘画步骤，以及我们说点、线、面的各大类的皴法，我们是作为基础的技法教程，让大家去慢慢了解的。因为我们会画了这一种山石，或者今天这个案例以外，我们还可以掌握它共性的所有的皴擦的这种技法，对不对？好，就是饱含水墨的笔点，是吧？横向的去点。比如说左右它可以适当的有一定的连叠，是吧？上下它也可以一定的连叠。在点的时候，笔墨的水分呢，它可以饱满一点，不要出现太明显的这种笔尖儿，是吧？然后我们再进一步的去给它丰富。组合的时候，它要有浓有淡，对不对？边缘要参差错落开啊，参差错落开。很多时候我们在画一些叶片的时候，是吧？画叶片的时候，我们说称之为大混点，是吧？大混点的这种笔触，是吧？去处理它。好，然后在这个边角，记住了哈，你看重墨，它点的重墨的点，它其实并不多，只有几个点，是吧？稍微只有几个点，然后其他都是不同的墨色的层次。好，用比较浓重的墨，对吧？你可以在之前的墨色稍微干一点的基础之上再去点啊。如果没有完全干透，也不要让它融合的太过，是吧？太过的话就没有形儿。我们要有一定的形态上面呢去给它点啊，边缘给它过渡开。好，稍微推圆，稍微推圆，对吧？好，大体的岩石的造型呢，好，包括刻画，是吧？基本上就有了。然后我们要微微的去给它丰富、厚重起来，厚重起来哈。让这个岩石画面更加的形象具体。今天画到了少见的咱们的荷叶皴和咱们的这个雨点皴的这种结合版本的案例了。其实所有的技法，我们会涉及到的案例，都会带大家画到。好，包括我们之前皴过的这种小笔触，
存出来的小笔触，我们都还可以再用淡墨给它统筹一下。好，在前后交叠的地方，是吧？稍微的再擦一擦，融合融合。好，如果卡了的话，可以刷新一下哈，刷新一下。好，这是我们大体山顶的一个刻画啊，大体的一个刻画，不需要过多，或者说刻画的太重，大体的一个层次，是吧？可以先到这儿。重墨呢，我们还没有叠加，对吧？重墨还没有叠加，我们现在可以把云雾的这种感觉给它带一带。好，染这个云雾下边一定要给它衔接好，是吧？上下要衔接自然了，它才能画面看起来舒服。好，现在可以拿一支小号的白云笔或者大号的白云笔。好，稍微的咱们呢加点淡墨哈，来，我们来点淡墨，把咱们的这个云雾的姿态是吧，再找得更形象一些。我们现在只是把山石啊带了一下。好，我们来找这个云雾的时候，用更淡的墨色哈，很透很透的。好，墨稿都会让大家截图的哈。好，欢迎大家新进入到直播间的小伙伴，没有点关注的可以点一波关注，点关注不迷路，以后每次直播都可以自动的提醒大家，然后也可以这个什么点亮黄色的粉丝灯牌，进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在我们的群内可以获取高清的案例图和工具清单，每一天直播的都会提前一天呢给大家预告出来。好，用淡墨把咱们云雾的形儿是吧去找一找。用很淡很淡的墨是吧，尖皴带擦的笔触，好去找它的这种大体的形象，我们甚至会用这点淡墨，会把咱们的柳树衔接的擦一下，把我们皴过的岩石的边缘是吧，都可以用这种淡墨再统筹。怎么去统筹？就是再给它染一遍啊，用淡墨去染一遍。好，当然这张画目前我们没有加重墨哈，都没有加重墨去强调，先把这个淡墨的关系或者把姿态形呢给它找得更准确一些。好，然后再把它左边是吧下方的这个柳树也可以用这种淡墨。对，画的是用的卡纸。好，淡墨一衔接，画面是不是整体它的这个和谐或者说统一的感觉啊，就要更强烈一点点，它就不至于显得那么的散乱了，或者说不够整体了。这就是在你绘画的过程当中，逐步的去给它完整我们先完整，然后呢再完美。有很多小伙伴在画画的时候，他很难画出一张完整的作品，就是因为他纠结的点呢太多了啊，总感觉不满意，对不对？然后呢，总是画不出完整的作品来，画到不满意的地方啊，就不愿意往下走了啊，一定要敢于动手，先完整，然后再完美，逐步去给它丰富
是吧？逐步去给它丰富调整。谢谢咱也不知道点点啥啊，三川文同学说的，每天一定要记得漱口用盐。好嘞，好嘞，谢谢。我们每天都在这样进行着。好，先用淡墨是吧？大概给它染了一点，染了一点。包括这个柳树，前方的柳树，其实当然我们可以在染色的时候直接用，染色的时候直接在颜色里边加点淡墨。好，我们为了这块画面的需要，我们稍微的把顶部的边缘，需要让这个画看起来平整的地方，稍微的染一染。是的，跟直播的时候容易手忙脚乱，这很正常，这很正常。这也是我们很多小伙伴的一个跟课的一个经验。当然，在直播的时候呢，可以单独的练一练，局部的练一练，是吧？回过头来，我们呢可以通过回放慢慢的去这个去巩固、去提升，都是可以的。因为课程的回放是永久观看，是吧？所以大家在时间方面是非常方便的，再也不用担心来晚了或者跟不上，或者说咱们呢有错过了自己喜欢的这个案例，对不对？都可以灵活的去安排，哪里不会点哪里就可以了。回放在咱们屏幕下方的第1号链接，是吧？屏幕下方的这个我们的小黄车里边。好，然后我们现在继续。好，稍微来点重墨，把我们的这个，比如说云雾，是吧？它可以，比如说这么画了这么大一面积，这么大一块，它可以在比如说偏底部的地方稍微的加重一点，稍微的加重一点。墨色就在旁边，我们取墨的过程就在旁边，它可以让这个云雾的层次呢更丰富一些，对不对？好，更丰富一些。好，然后接下来我们比如说你可以稍微的把某一个局部的点微微的加重，其他的地方是吧？适中就行。好，云雾的感觉是不是微微的有一点了？能感受到吗？能看得出来吗？好，这是我们在塑造这个前方这些小细节的时候呢，要把云雾的感觉呀，要带一点出来了，是吧？要带一点出来。好，其实云雾是怎么体现出来的？是不是就是我们，绘画的过程当中不经意的小笔触给它带出来，是吧？不经意的笔触给它带出来就行，并不需要你去刻画太多的内容。好，然后我们再来加这个山顶上方，它有点淡墨加了2个山包，是吧？好，一个呢比它低缓一点点。
是吧？把这个淡墨处理的一个山头，顶部浓重，底部呢虚一些。好，它这么一处理之后，画面的这种虚的这个云雾的感觉是不是就更明显了？好，然后在它的右侧，这个转折的山峰的这个位置上面，好，加一个斜坡。当然，边缘我们画的可能有一点点不够平整，处理一下就行。好，然后我们可以稍微的多能带出一点小笔触的感觉呢，就带出点是吧？像这种山石，它不太规整，不太规整。好，云烟浩渺的，大概就效果就有了。好，当然后方我们还要画，那是用颜色去画，就用颜色去画。是的，等这些干一干是吧？添加一些小的细节。后方是用颜色去画的时候，我们呢就要等到一会儿着色的时候去表现，对吧？那么这会儿咱们在画这些小细节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山顶上方是吧干的也差不多了，它是不是有一些苔点？我们这个小的浅滩上面是吧？虽然加的草，但其实也是在丰富和塑造这个岩石的厚重感。那在这个岩石上方，我们虽然这个迷甸村点的并不多，还要等它干一点之后啊，再进一步的去给它丰富。不要没有干的时候就来回的在上面去，就相对干一点。我们要留出比较明显的笔痕以及墨色的一些对比关系，对不对？好，你要等它稍微的干一点，我们再进行。在它的山顶部在它的山顶部高矮错落的叠加一些这个小的笔点，因为就像这种纹理比较破碎，或者说它的这种细密的这种纹理比较多的岩石上方，我们要点的苔点往往基本上都在顶部这个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了，是吧？好，以前我们画这个荷叶村的时候，一般点的苔点，它都是偏整个画面的偏顶部或岩石的尖耸的地方。好，欢迎大家关注主播，是吧？点关注不迷路，以后直播都可以自动的给大家提醒，也可以点亮黄色的粉丝灯牌，就有权限进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在我们的群内可以获取高清的案例图和工具清单。每天直播的内容，我们都会提前一天的发送给大家。不能画的平均了哈，可以在中间这一块可以稍微的凸显一些，边缘的地方，我们呢就可以稍微的不那么明显。顶部多是吧？边角或者靠底部点，我们微微的带上一些小的点，小的苔点。然后可以再来点儿，我们不是有这一排排的大雁或者是飞鸟吗？好，这一块呢，它有一些我们说画面不仅仅有静态的这种树木、岩石，是吧？还会有一点动态的，像一只鸟是吧？或者雁
这些动物的造型，在这个地方其实就是一个两个括号压平了，对吧？压平一点点，但是兼顾一定的疏密感。这个画起来困难吗？这个应该是最简单的画这个飞鸟动物的这种笔法了哈，就是稍微笔触弯曲一点点，它都可以画得出来。好，兼顾一点疏密的关系哈，就不要给它画平均也不要画的太过于琐碎，是吧？好，有一定的疏密的关系就可以了。好，越往后方走，微微的带一点儿。好，越往远处走呢，画的这个飞鸟越来越小，还会越来越小。前方的呢可以明显一点。好了，我们大致就画到这儿，不用画特别多，不用画特别多。好，这个画起来应该是比较轻松的哈，是吧？应该是这张画里边最轻松的地方了。好的，好的，好的。然后接下来啊，上方的位置呢，我们就先放到这里，等它干一点，我们再来进行。然后你可以在下方的这些浅滩上面，微微的加上一些苔点也好，或者说小的杂草也好，让它丰富形象，更加的完整。是的，它要有一定的疏密的关系。在底部，我们不是有一个点景的在钓鱼的一个人物的形象吗？我们也要给它画出来，是吧？主题就叫这个什么柳溪垂钓，对吧？那所以这个点景的人物，咱们呢不能给它落下了。好，在画之前，我们可以先把这个点景的人儿先给它画出来，然后我们再去画这个船儿啊，再去画这个船儿。但这个人儿其实看不到太多的细节啊，你就把它大概的动态是吧？大概的动态画出来就行。推进，推进。好，在这个柳树的左侧，我们可以把它脑袋是吧，稍微的一笔点出来啊，先点出来，然后左边边的脸就一个左括号就可以了，不需要你去刻画特别多的内容。好，后脑勺啊，可以有一点包裹的布是吧？古人呢穿那个，因为他们那个头发比较多，对吧？男性头发也比较多，会扎个小辫儿，大概的感觉就这样子。好，然后袖子远处的这个手，好，把它袖子大概推进点是吧？放大点儿。好，把这两个袖子，一个是举起来的手，一个呢是向下耷拉着的手，大概的动态画出来就可以了，不需要去刻画其他的这个细节。好，腰部不是有一根小线条吧？好，它是蹲在这个船头的一样，是吧？蹲在这个船头一样，它不是有一个鱼竿，是吧？到他手里边。好，然后我们再来加这个小船的形象。
里边的它的一些装饰的线条方向要一致，啊，有宽有窄，不要画的太过于平行。好，这个船儿还是比较大的一个小船儿。好，底部我们就不要把它的形儿画的特别完整了，我们可以用点勾线笔勾勒一下，勾勒点它的水的波纹。然后我们说的云水瀑布、亭台楼阁啊，这是我们山水经常画到的这个主题的内容。好，挨着咱们小船附近呢，我们加这种线条啊，要相对的波纹的弧度要明显一点点，对吧？稍微远一点的呢，就可以放缓一些。好，稍微的退圆，大家可以看看整体的关系啊。稍微退圆一点。好，然后我们在它底部，好，微微的加到这儿。后边的这个小船儿，咱们就不需要去给它刻画什么太多的内容了，因为我们只需要一会儿通过相互的染，是吧？把它给它衬托出来就可以了，好，这个船儿的侧面，你看我们可以稍微的擦一下，区分一下底面和侧面的关系就行。啊，其他的细节就不用过多的去管了。然后我们再来把底部是不是也要给它加点我们的水的波纹？好，越往下方走的时候，这个波纹呢就可以稍微的平缓一点点，是吧？稍微的平缓一点。有长有短的去衔接，是吧？它可以挨着咱们的这个石头的边缘，但在这个地方，一会儿我们其实还可以再给它添加一点杂草，是吧？这种小细节。好，我们画的挺慢悠的了啊，慢慢悠悠的，我想大家伙儿也能够基本上跟得上。好，在咱们的这个水面挨着岩石的边缘，我们加了一些水的波纹。不用着色了，对吧？那可以啊。好，不着色可能大家伙儿不满意了。很多小伙伴是喜欢有颜色的，这个呢我们都理解。好，我们山水画的主要表达的形式有三大类，是吧？有浅绛，有青绿，是吧？还有咱们这种纯水墨的形式去体现的。那么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喜好啊，可以适当的有一定的取舍，甚至有一定的这个侧重。好，这是我们画的底部这一块啊，底部这块大家跟着画出来了吗？好，如果这块跟着了，画出来的同学来敲个数字1，好不好？画面大体的，我们需要在这个画当中去刻画的，大概1半多的内容，是吧？都画到这里了。当然，你可以课后自己还可以再去添加一些细节。
是吧？确实，我们慢慢悠悠的话，我刚才给大家说的12点之前把它搞定，你看是不是差不多嘛？好，接下来我们染色就行了。这个染色呀本来就比较简单，好，就用我们的这个春江万物的玛丽的24色，是吧？我们用这个赭石和花青的颜色，还有咱们的石青这个颜色，对不对？啊，我们来染，然后其他的我们可以来点石绿，对不对？好，这个呢，我们之前也给大家推荐过，有需要的小伙伴呢，也可以在小黄车里面去选购。然后我们在染的时候，拿一个干净的碟子啊，拿一个干净的碟子，在咱们屏幕下方需要的工具清单的小黄车里边都有啊。墨稿需要截图是吧？来，我把这个画儿呢给大家调换一个位置啊，大家就可以截到完整的了，好，截好了，敲666，截好了，敲666。好吧，我看一下大家的一个状态。如果没有截到的话，大家截到图的小伙伴可以呢在群内给大家相互的分享一下，好不好？好，截好了对吧？好嘞，接下来我们要继续的带大家染一染了啊，来染一染。然后我们在染的时候，不好意思啊，最近呢嗓子呢它容易痒痒，然后我们呢再用这个碟子里边加上咱们的赭石，的颜色，几点讲课？上午9点半。好，来一点点淡淡的赭石色。来，用咱们的这个赭石微微的去调和一点咱们的墨色，来把咱们岩石底部啊给它染出来。谢谢大家伙的点赞，也感谢咱们刷榜的星小姐姐，还有菊妹、月下清河、已重置。好，然后我们呢再来把底部，你看这个颜色它很透很淡的哈。很透很淡的，你可以微微的去调和一点，比如说你想要点偏黄，你可以加点藤黄；你想让它更红，是吧？你可以加点朱砂的颜色，是吧？或者这个深赭。好，在转折是吧？这个斜坡的地方，我们呢都要给它用这种赭石色带一带。前方这块啊，它以纯墨色的方式体现的更多，是吧？好，你可以不用去加，是吧？不用去加，我们呢扫上一笔就行了，好，稍微的给它擦一下。好，咱们的这个树干，对吧？你也可以用一点点淡淡的赭石色，我们可以稍微的给它带一点儿。好，接下来咱们把这个房顶，是吧？这个房顶用咱们的赭石色，房顶都用咱们的赭石，淡淡的赭石，是吧？甚至于一些柱子、地面的木板，我们都用这个赭石色啊，给它带一带。
对吧？这个画儿它就看起来更丰富厚重了。后面的树干咱们都可以不用赭石色去加，只不过有的时候为了让它看起来协调一点，是吧？我们可以丰富一点。好，包括浅滩，是吧？包括浅滩，我们也用赭石稍微的扫上一点。好，甚至于用这种赭石色直接去铺一个模块啊、色块都是可以的。买了课先在咱们的学浪上看，不知道怎么操作的，一会儿我给大家示范一遍，好不好？给大家示范一遍，如何去看课。好，来一点花青，来一点花青的颜色。这件画里边用到的颜色还是比较丰富的。好，把咱们的这个笔洗干净，或者换一支干净的笔都是可以的。来一点点藤黄吧，把咱们的这个底部的岩石是吧，要给它衔接起来。我们用个干净的碟子啊，用个干净的碟子。花青微微的加点藤黄，微微的加点藤黄，它就变成芝绿色了，对不对？芝绿，然后可以微微的加点赭石给它调和，是吧？赭石、藤黄、花青，微微的调和的这个颜色，我们用来染哪儿？是不是就染我们底部的这个浅滩的亮部？浅滩的亮部哈。好，当然我们这个颜色它的纯度并不会特别的高，已经是高度复合的3种颜色了。好，用淡淡的颜色把咱们的浅滩是吧染出来，来更平整一些。在我们赭石色还没有完全干透的情况下，一般情况下我们呢再去给它相互的融合，让颜色相互的融合，对不对？好，我们再来往下走。好嘞。好，这是我们对浅滩的处理，包括前方中景部分的浅滩，是吧？也用这种支绿，是吧？稍微的染一染。好，因为我们用的这个卡纸，它是加厚的生宣的卡纸，它呢相对来说不容易这个什么，窝起来，或者说它这个纸张褶吧，对不对？如果比较薄的那种生宣的卡纸，有的时候它也会窝起来。好，我们所需的工具材料清单呢，都在屏幕下方的这个小黄车里边啊，有需要的大家去选购。当然，我们的课程的回放有120节完整案例的直播，同时呢，加赠咱们基础的技法教程啊，加赠基础技法教程和历代名家临摹，我们正在陆续的更新哈，还没有完全的更新出来啊，可以跟着我们这个绘画的进度的节奏啊，一起来练习和学习我们的中国画，可以更好、更系统的去了解，好吧？好，然后我们来调和这个花青的颜色。用花青的颜色相对厚一点点，然后来把我们的这个叶片给它染出来。当然这是我们目前在赠送的哟，以后我们就不赠送咱们的基础的技法教程，就不赠送这个基础技法教程了啊。好，我们现在给我们很多的小伙伴呢专有的特殊的一个福利啊，你
购买之后，可以在咱们学浪 APP 里边打开用你的购课的抖音号登录之后，打开学习栏就可以看到，就可以找到我的课程了。好，把我们的这个柳树是不是？它要遮挡一些船只的部分，所以我们就给它染出来了。然后底部可以用点淡淡的颜色，是吧？去衔接挨着咱们的地面的感觉，是吧？当然，你可以把顶部呢加重，底部呢它稍微的放缓一点，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的。这个课程它是永久观看的权限不是1年，也不是2年你以后也不用再比如说有时间的限制，对吧？你什么时候得空自己方便，那你自己呢再去看都是可以的，去看都是可以的。点了1000个赞，谢谢谢谢。好，你平均下来你可以算得出来这个价格的费用，对吧？你平常比如说你在线下学的话，可能1节课就是咱们这个课程的费用了。我们这个上百节，既有系统的技法教程，也有我们今天像这样代练的这种案例的一个实操的练习，所以对大家的学习而言还是非常的便捷和方便的。平均下来每一节课那就是1块多钱，是吧？好，然后底部是吧，它都要衔接下来，不会留这么多白，不会留这么多白。临摹课我们应该是有10多节我们主要是通过不同朝代的这个经典的案例，我们来练习。然后基础技法教程的话，应该会有比较多它比较多，因为现在我们还没有这个基础技法教程，目前更新了有几节了，已经更新到咱们术法的表达的内容了。所以你现在加入的话，刚好是吧？进度和我们一致，和跟上大家的脚步一起往前走，一起往前走，对不对？好，直接赠送给大家基础技法教程，永久的观看的权限哦。好，然后我们再往左边，是一幅画1节课。是的，我们在案例有的在上传当中有的时候是可能是一张案例呢分成了2个这个2节课上传，对吧？因为超过了3个小时的课程它就太大了，就上传不了，视频就太大，所以就分成了2部分。但是我们给大家说的是，我们给大家强调和承诺的是，我们是至少120节完整案例的直播，好吧？理解了这点就可以了。现在已经有了40多节了，40多节了。好，用弹幕的方式来把我们底部的云雾是吧，可以微微的带一带。好，稍微的刮一刮稍微的刮一刮就好。好，云烟浩渺的，要等它干一点，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干一些，效果可能会好一些。好，然后接下来我们要用一个干净的碟子来加上我们在这个岩石顶部的这个着色效果了，是吧？可以用点石绿，对不对？石绿的颜色，纯一点点哈。用石绿的颜色从上往下来给它染一染，稍微的加点赭石给它调和哈，稍微加点赭石给它调和。其实它用的颜色更纯，它用了头绿，估计在里边，对。好，你甚至用点花青给它调和也是可以的，微微的调和一点。
因为它用的颜色非常的灰，它并不是纯度特别高的这个层次，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可以稍微加点颜色，复合的调一调。好，用淡墨，淡淡的颜色，从上往下，从上往下。好，是不是大概效果就出来了？当然，现在就是一个大的效果，我们还需要去强调颜色的一种浓淡的层次关系，对不对？有浓有淡。比如说在山头需要强调它比较平整、比较亮的，比如说用石绿、石绿的颜色。好，该平整的咱就平整一点。好，这种淡淡的颜色，还可以比如说上下去给它衔接过渡的，融合的更自然，融合的更自然一点。好，可以用这种颜色，比如说我们来画一个远山的山包，要让这个画儿看起来更完整。好，是吧？大概的山头。好，可以染的完整一些。好，这个水呢有点大，晕出去了，对吧？好，我们吸一吸，看到这个生宣的效果了吧？看到生宣的效果了哈。好，它不是说像首宣一样，有很多小伙伴看到老师用的这个墨色这么枯，是吧？啊，用的是首宣吧？咱们今天用的这个是生宣，你看，很明显它就晕出去就比较多。好，好嘞，这是咱们画的远山，是吧？都是山顶比较重，底部呢它比较浅，底部比较浅。好，它的原作的颜色，它的颜色呢用的都是比较灰雅、比较淡的啊。等这个干一点，画面的效果都可以体现出来，都可以体现出来。好嘞，这就是我们今天带大家画的这个案例。我们调过头来给大家看一下整体的视觉效果，好不好？大家等它干一些，我们呢还可以去把它颜色的调整的浓淡的层次以及细节的表达，可以做得更加的丰富啊。现在呢，我们就先画到这里啊，就先画到这里。大家可以呢感兴趣的截个图啊，截个图。好，用淡淡的这种芝绿色，我们可以把这个水面底部的水面。啊，稍微的带几笔。好嘞，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写好了，依然是敲666，鼓励一下自己，鼓励一下自己，好吧？好，这就是我们的柳溪垂钓的一个案例的作品啊。有需要的小伙伴，那么就可以先截图。那么也需要，如果系统的去巩固和练习的小伙伴，可以加入到我们回放的课程当中去学习，好不好？
圣诞节快乐，快去吃午饭吧。今天我们的课程呢就先到这里了，我们下节课再见，拜拜拜拜。